中国科学院研制的雨燕超音速无人机最近试飞成功。这款无人机的研发成功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2022年一开年，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所就传来好消息，由该所自行研发的一款带有加力涡喷发动机的小型无人机雨燕研发成功。雨燕呢是一种超音速的无人机，就目前世界范围的情况而言，能够飞超音速的无人机还真不多见。在此次试验中呢，雨燕实现了关键技术的指标验证，从而成为该款无人机项目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报道称，说雨燕超音速无人机到达了预定的位置和高度以后，它的发动机进入了加力状态，速度呢急剧提升，经过亚音速、跨音速、超音速，最终达到了最大速度的预期指标。随后该机减速下滑返场，抵达回收场后呢，成功开伞，安全着陆，圆满完成了飞行任务。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来谈谈这个雨燕呢？可以说，到目前为止，超音速战斗机的种类很多，包括第2代战斗机、第3代战斗机、第4代战斗机，基本上都是超音速的。但是，超音速的无人机几十年来非常少见。上世纪60年代，美国曾经搞过第21超音速的无人侦察机。在此之后呢，其他国家很长时间都没有搞过超音速的无人机。为什么在超音速无人机这个领域，很多国家并没有投入太多的资源呢？是因为它的飞行控制相对来讲比较复杂，而且超音速无人机的航程和留空时间都相对来讲比较有限再加上它的研发难度比较大，因此几个核大国也是航空大国都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无人机的远程化、隐身化这方面，而高超音速能力呢，长时间没有得到重视。只有中国在这方面发了力。在建国70周年国庆阅兵上，我们看到国产的超音速无人侦察机正式亮相，从而成为当今世界飞得最高、最快的无人机。但这款无人机它使用的动力装置是火箭发动机，火箭发动机比重高，容易让平台快速的达到超音速的速度。但是火箭发动机有一个问题，就是工作时间相对比较短，这大大限制了它的留空时间和航程。那么如果发展一款配备涡扇发动机或者涡喷发动机的超音速无人机，那么无论是执行侦察任务还是执行打击任务，应该说它具有更多的优势。当然它研发难度比较大。那么从目前媒体曝光的情况看，这款超音速的无人机它不是滑跑起飞的，而是用车载发射器弹射或者是发射的。那么离开发射架之后呢，它迅速的爬升，爬到一定的高度以后，打开加力发动机，进一步增加推力，从而让它逐渐加速到超音速，以执行那些需要高速飞行的军事任务。当然它可以是无人侦察机，也可以是巡飞弹。那么飞到极限空，快速侦察完目标之后，利用它速度高的优势，以敌方的关键性的军事装备同归于尽。那么如果执行侦察任务，它可以返回，返回之后怎么回收呢？它也不是用起落架在跑道上降落，而是用伞降回收的方式。那么从中呢，我们可以看出来，这款超音速的无人机它的翼展不太大。为了保证它能够超音速飞行，它的翼展是采用的小伞旋比机翼。小伞旋比机翼的飞行阻力比较小，但是升力也比较小。你让它在跑道上起飞降落，存在着很多难点。
干脆用闪降回收的方式，可能最简单也最安全。另外呢，由于它装备了加力式的涡喷发动机，因此它的留空时间和飞行距离有可能比采用火箭发动机的无人机呢更长更远。这也是我们开发超音速无人机的初衷之一。可见，在世界范围内，目前中国在超音速无人机领域已经处于领先水平。随着我们技术的发展，我相信会有更多性能更好、飞得更高、更快的军用无人机或者民用无人机加入我们国家军队建设和经济建设的领域。好，今天的评述呢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